BT-7274这架先锋级泰坦能够满足每一个男人心中的机甲梦。BT 与自己的铁玉库珀在战场上浴血奋战的时候，能够让玩家们热血沸腾，但却因为他的一句相信我，让每一位玩家热泪盈眶。或许这就是男人的浪漫吧。那么这位泰坦和他的铁玉之间究竟发生了什么？今天狂魔就来给大家讲述这部《泰坦陨落2》。铁玉，他们是星际战场上的顶级猎杀者，拥有着灵活快速的身法，敏锐的观察力让他们能够利用战场上的一切来进行有效的杀敌行动。冷酷无情的战斗方式更是让敌方闻风丧胆，但这一点并不足以决定一场战斗的胜利。正所谓铁玉，是因为他们和普通士兵的区别在于泰坦这个能够横扫整片战场的机器人。铁玉和泰坦一旦建立神经连接，能打败他们的只有庞大的军队，亦或是其他的铁玉。故事的背景正是在未来的星际时代，一个叫边境的区域正被当时的星际商业帝国 IMC 强行掠夺资源，并压迫残害当地的居民。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于是边境成立了反抗军，并研发了先锋级泰坦来对抗 IMC。而杰克·库珀则作为一名普通的步枪兵加入了这场战争之中。库珀在这里接受了大师级铁玉提摩莎的铁玉试炼。库珀知道离自己成为铁玉那天还很遥远，但如果成为铁玉，他希望能够实至名归。就在库珀即将模拟召唤泰坦时，模拟舱却突然中断，原来是 IMC 对反抗军发动了攻击。提摩莎进入了泰坦的驾驶舱，而作为步枪兵的库珀也需要加入这场战斗。但就在他们到达前线的提风星以后，却遭到了 IMC 的防御反击。库珀只能靠着逃生舱向着提风星急速坠落。当他再次醒来的时候，已经身处战场的前线。第一次实战的库珀虽然害怕，但还是拿起武器加入了战斗。面对普通的士兵，反抗军还能应付，但随着敌方泰坦降临，原本还占据着优势的反抗军瞬间如同蝼蚁被无情碾压。就在这时，提摩莎驾驶着先锋级泰坦前来救援，轻松一击便瘫痪了敌方泰坦。在将自己身上救命的药剂用以给库珀进行治疗以后，提摩莎再次进入泰坦，但他却遭到了被 IMC 雇佣的顶尖猎杀者袭击。库珀也只能无能为力地看着眼前发生的一切。当库珀再次醒来的时候，提摩莎已经奄奄一息，他知道自己命数已尽，于是立马将泰坦的临时控制权转交给了库珀。在库珀安葬好这位大师级铁玉后，他来到了曾经梦寐以求的先锋级泰坦面前。恭喜你，你可以叫我 BT。了解。库珀调整好呼吸，进入 BT 的驾驶舱，与这位新搭档建立了神经连接。BT 为库珀展示了3条协议：协议1，连线铁玉，确认 BT-7274的代理铁玉；协议2，坚守任务，完成提摩莎未完成的任务，与安德森少校会合；协议3，保护铁玉。就这样，库珀开始了他与 BT 四处征战的旅途。如今他们唯一的生存机会，便是与特殊侦察小队的安德森少校会合。在路上，第一次驾驶泰坦的库珀展现出了自己的天赋，而作为先锋级泰坦的 BT 战斗力更是恐怖，轻松就将路上遇见的泰坦悉数歼灭。看似 BT 是个只会战斗的泰坦，但在他冰冷的外壳下，却是有着一颗恋爱脑。根据人类对爱情的理解，恋爱需要爱慕、受吸引、奉献和尊重。结论：我有50%的可能在恋爱中。打去归打去，战斗还是得继续。拥有了提摩莎的装备以及 BT 的远程协助，就算是分头行动，库珀也能应付得游刃有余。正是铁玉距离他又更近了一步。一路上，他们不断的帮助友军战斗，很快便对上了一位顶级猎杀者肯恩。肯恩正是 IMC 聘请的雇佣兵组织的一员。面对这位顶猎，库珀与 BT 丝毫不惧，身上的武器不断喷吐火焰，全部倾泻在了肯恩的身上。经过一番苦战后，库珀第一次击败了顶级猎杀者，并从其身上获得了能够实时监听敌方无线电的头盔。随后，他们继续踏上了寻找安德森的旅途，而 BT 也提到了一条能够前往汇合点的捷径。从他的计算中，这是最优解。可没想到的是，这条捷径竟然是雇佣兵组织成员艾许的实验工厂。很快 ，BT 找到了更快的捷径，他被工厂里的机械臂抓住，被运送至工厂的深处。库珀看到这一幕也是哭笑不得，只能跟着传送带追上 BT 的步伐。为了与 BT 保持通讯，库珀一路紧跟，沿路遇见了大量的敌人。好在经过了一段时间的战斗，只要不是遇见泰坦，库珀都能应付自如。在 BT 的建议下，库珀来到了生产线的顶端。原来这里正是那个雇佣兵艾许的模拟训练基地，他将反抗军抓获到这里来进行名为死神的新型泰坦测试。面对泰坦，就算是已经成为铁玉的库珀也只能束手无策。好在关键时刻 ，BT 指引库珀通过训练基地的缺口逃出了这里，简直是未能处理掉库珀。恼羞成怒的艾许引爆了工厂，这反而导致 BT 挣脱了机械臂。库珀也在这个时候杀回了训练基地，重新进入了阔别已久的 BT 驾驶舱。见手下已经无法阻止这位铁玉，艾许只能亲自出马。但早已和 BT 默契配合的库珀，轻松就将艾许从泰坦的驾驶舱中扯了出来。最终二人逃出了训练基地。经过了这件事情 ，BT 决定再也不走捷径了。经过了这么长时间的磨练，他们终于来到了安德森的面前。可安德森却早已卡死在了天花板上。BT 通过安德森的头盔，发现了一种足以扭曲时间的巨大能量，曾在提风星上爆发。安德森正是为了调查这件事才来到了这里，而继续任务便落到了库珀的身上。为了查明此事，库珀再次深入设施，在设施的2楼发现了安德森的屁股，并获得了万代装置。这个装置可以穿梭时空。于是库珀利用这件装备，不断的深入设施内部，终于发现了背后的秘密。原来 IMC 正在通过一种名叫圣柜的能源来研发足以摧毁整颗星球的折叠时空武器。他们甚至将提风星的卫星当做过测试目标。而 IMC 的下一步
部计划，正是利用折叠时空武器摧毁反抗军的家乡哈莫尼。为了阻止 IMC 的计划，库珀利用万代装置不断的穿梭在过去与现在，准备对过去还未引爆的圣柜进行扫描，但圣柜却因不稳定而被引爆。这一刻，时间被静止，只有库珀一人能够行动。借这个机会，库珀对圣柜进行了扫描。原来曾用于摧毁提丰星卫星的折叠时空武器，只不过是个小型的测试，而对家乡哈莫尼星的打击将会是最终形态。现在就是要将 IMC 的计划汇报给反抗军的司令部。为了能和舰队取得联系，库珀与 BT 前往附近反抗军占领的信号台，而此时的信号台电源被关闭，于是库珀前去找到了电弧装置，成功的重启了信号台的电源。接着库珀再次进入 BT 驾驶舱，朝着信号台的高处前进，准备对其进行修复。就在他们来到一处平台的时候， BT 发现无法到达对面，通过他的计算，最优解便是投掷。无奈之下，库珀只能被 BT 抓在了手里。相信我。虽然库珀并不是很相信，不过好在还是顺利的到达了对面。经过了一路的战斗，他们来到了最高处的平台。BT 再次将库珀抓在手里，将他朝着更高处投掷。库珀已经开始习惯这种感觉了，没有任何阻碍，他成功修复了信号台。但随着信号台的启动，库珀也朝着下方坠落。就在他以为自己快没命的时候， 接到你了。对呀，还有 BT 这个他最信任的伙伴。在与上级取得联系后，库珀也终于和反抗军主力会合。可就在指挥官得知提摩沙阵亡以后，竟然想要替换掉库珀这个代理铁玉。闻听此言， BT 瞬间不乐意了，他强行把库珀塞回了驾驶舱。指挥官见到这一幕也无可奈何。至此，库珀成为了正式铁玉。靠着之前对圣柜的扫描数据，反抗军成功的追踪到了圣柜所在的空军基地。而接下来要做的就是出动所有泰坦对 IMC 发动总攻。这一刻，反抗军阵营无数的泰坦从天而降，并朝着圣柜的所在前进。在库珀与 BT 的配合下，战场就像他们的游乐场，敌方的泰坦不断倒在他们的脚下。IMC 眼见溃不成军，立马将圣柜转移到运输机，想要将其带到存放折叠时空武器的地方。这场战斗还远远没有结束，反抗军立马组织舰队展开了追击，而敌方拥有飞行能力的顶级猎杀者毒蛇对库珀所在的舰队发动了攻击，爆炸使得库珀和 BT 朝着下方坠落。好在友军的飞船及时接住了他们。 BT 再次使用老办法，抓起库珀就朝着敌方的飞船扔去。就像以前一样，库珀顺利的进入了敌人的飞船，而其他铁玉们也在随后到达。他们不断的穿梭在飞船上，犹如死神一般出现在敌人的眼前。在成功拿下了敌方的驾驶室以后，库珀操纵飞船与圣柜所在的运输机对接。紧接着，库珀重新进入 BT 的驾驶舱，通过飞船的甲板一路前进。然而毒蛇又再一次出现，试图阻拦他们。虽然先锋级泰坦战斗力强大，但顶级猎杀者也同样不容小觑。BT 本想把库珀再次扔向运输机，但毒蛇可不会善罢甘休，他径直冲向 BT， 两架泰坦瞬间缠斗了起来。见情况危机， BT 以失去手臂的代价强行把毒蛇的驾驶舱打开。趁这个机会，库珀直接一枪解决了敌方铁玉。随后 BT 一路挡在库珀的身前，朝着圣柜的所在继续前进。终于他们来到了圣柜的面前，并将之存放到了 BT 的驾驶舱内。但此时飞船即将爆炸，想走已经来不及了。 BT 只能用自己的身躯将库珀牢牢地护在了身下，因为 BT 不想再一次失去他的铁玉了。当库珀再次醒来的时候，顶级猎杀者的首领布里斯克出现在了他的面前，旁边是已经几乎失去战斗力的 BT。 为了防止圣柜的能量爆发，布里斯克用库珀的性命要求 BT 打开驾驶舱。这时 BT 发来一条消息，上面赫然写着库珀相信我。随后便打开了驾驶舱，趁着布里斯克分心的机会，库珀用剩下的一只手臂发动了攻击，但还是被布里斯克逃脱。这或许也是 BT 能想到的唯一办法了。敌方泰坦强行取出了圣柜，随后立马处决了毫无还手之力的 BT， 并带着圣柜扬长而去。一旁幸存的库珀再次醒来后， BT 靠着最后一丝力气把自己的工具组交给了库珀，里面有一把电子刀以及一把自瞄手枪。库珀靠着这把手枪一路杀出了重兵把守的基地。事到如今，库珀成了唯一能够阻止 IMC 发动折叠时空武器的人。于是指挥官将最后一架先锋级泰坦交给了库珀。来到空地，泰坦从天而降，库珀将从 BT 身上取下的工具组装在了这架新的泰坦身上。没错，工具组里正是 BT 的意识。这位老朋友回来了。嗨，杰克。而他们现在是时候去完成最后的任务了。拥有了新的身躯，他们不断的击杀沿路遇见的敌方泰坦，向着折叠时空武器的控制室前进。而控制室里迎接他们的正是顶猎的首领布里斯克以及他的手下斯隆。随后布里斯克先一步离开，留下斯隆拦截库珀。但现在区区一个顶级猎杀者根本无法阻止配合默契的库珀与 BT。在将斯隆击杀以后， BT 准备强行取出圣柜，但喷射器的冲击直接瘫痪了他的内部系统。这时布里斯克再次出现，他看上了库珀展现出来的实力，并对他发出了邀请。而折叠时空武器也即将启动，一旦让他成功发射，哈莫尼星的4000万人类的生命将全部灰飞烟灭。如今唯一的办法只能从内部破坏折叠时空武器，这也意味着库珀与 BT 将与这个地方一起陪葬。事到如今，他们没有丝毫惧怕，因为二人都有自己的伙伴守护在身旁。他们坐上弹射装置，准备将自己投射向折叠时空武器的中心。驾驶舱内的协议3不断的显示错误，这些都已经无所谓了。随着弹射装置的启动，显示错误的协议3恢复了正常。协议3，保护之举。相信我。
BT 以牺牲自己的代价将库珀扔向了远处。在获得了救援以后，折叠时空武器因被破坏造成的冲击，将眼前的星球炸毁。哈莫尼星也成功的幸免于难。为了感谢库珀做出的贡献，反抗军重新为库珀分配了一架新的泰坦。如今库珀成为了一名真正的传奇铁羽，但他却失去了一位名叫 BT7274的伙伴。我是修边狂魔，咱们下期再见。